一点教养的野丫头，你爹妈是怎么教你的呀？啊，我儿子也是你能造谣的吗？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你儿子自己心里没数嘛。我撕烂你的嘴，去，给我把他的嘴打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呀？啊，我儿子可没有染病，染病的是江直一，就是你们江家女水性杨花。我现在就让我儿子把休书给你们，立刻给我滚！洪大夫，你认为文大夫诊脉诊错了吗？杨公子身体虽有些空虚，但也许是熬夜苦读所致，不可妄加猜测。你笑什么？没什么，洪大夫可要记好自己说的话。现在，你确定1个多月前杨公子身体没问题，没有得花柳病，不可能是他传染给江姑娘的。而且，杨公子现在身体也没问题，更没有得花柳病，对吧？对，老夫确定。你们呢？都听到了吧？众人纷纷点头。张夫人越发得意。来人，呈支笔。今日我杨家就要当着江南府众多百姓的面休了那江家女。且慢，不是休妻，是休夫。我江直一要休了杨承风。所有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江直一怎么会出现？最近整个江南府闹得沸沸扬扬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江直一嫁入杨家2个多月之后，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有病！你别靠近我！你们都离远一点！他有花柳病，会传染的。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小贱人，你还有脸回来呀？你得了那样的脏病，就应该找个地方一根绳子吊死自己。你有什么脸面活着呀？哼！你们杨家欺我、辱我、骗我、栽赃我、污蔑我，甚至不惜想要烧死我。你们做下如此无耻之事，天理难容。你都没想过要一根绳子吊死自己，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又为何要吊死自己？哼，你得了花柳病，你还敢说自己无辜？你若无辜，这天下可还有无辜之人呢？不要脸的小娼妇！你回来的正好，你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该不该死。今日别说是闹到江南府了，就是闹到京城，闹到陛下跟前，你也该被进猪笼。是吗？那就请大夫来把脉吧。什么？你疯了吗？这江家姑娘这副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得了花柳病啊。对呀，这杨家那么言之凿凿的说江姑娘得了花柳病，那应该很严重了才对。不是，她这哪里像是有病的样子啊？不是说得了花柳病会全身溃烂吗？该不会是假的吧？若是假的，那江姑娘这些日子为何会消失呢？洪大夫，诊脉吧。老夫当初已经诊过脉，确定江家女得的就是花柳病。既然那么确定，洪大夫难道不敢再诊一次？洪大夫，诊啊！洪大夫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捏住了江直一的脉搏。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脸色几经变幻，眉心冷汗津津，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这不可能！洪大夫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江姑娘哪有什么花柳病啊，身体健康的很呢。这不可能，假的，肯定是假的。在场懂医术的大夫都可以过来，江姑娘有没有病，一诊便知。他这么说，还真有2、3个大夫走出来，他们都是江南府医馆的大夫，也是听说了洪大夫诊断江家女有花柳病的事情过来的。江姑娘确实没有花柳病。你们在说什么呀？啊，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她没有得花柳病？这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没有啊，没有，还好没有啊。洪大夫，刚刚是你说的，杨公子没有病，绝不可能是他把病传给了江姑娘。那么问题来了，江姑娘明明也没有病，你们却言之凿凿地说她有病，
这是为什么？是你的误诊，还是你们联合起来要栽赃江姑娘？江姑娘才刚刚新婚，就算被婆家所不容，也不该用这种方式来污蔑造谣一个姑娘。我很好奇，究竟是谁收买的你们？为何要跟江姑娘过不去？莫非不是冲着江姑娘，而是冲着江姑娘的父亲，如今的江南总督吗？刚刚你们口口声声说养出这样的女儿的人不配为江南总督，难不成是你们杨家对陛下调任江大人做江南总督不满意？你简直胡说八道！你是什么人呐？啊，你处处维护江之一这个小娼妇，难不成你是他的姘头吗？张夫人，你可真是污眼看人脏，处处都想着要污蔑江姑娘。只可惜我其实是这位文姑娘的表妹，如今恰好出门穿了男装，我一个姑娘家如何当江姑娘的姘头？娘，既然是误会一场，那不如这件事就这样算了。我跟之一新婚夫妻闹了点误会，日后我们还好好过日子。我的天哪，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男人啊！你做梦！我妹妹岂是你不想要就不要，想要就要的？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江成风，你若是没有听清楚，我就再说一遍，我要休夫。今天当着众多百姓的面，我江直一跟你从此恩断情绝，再无瓜葛。我不信，我不信！之一，依依，我错了，是我错了，我不该误会你的，你原谅我吧，原谅我好吧？我发誓，以后我跟你一定好好过日子，真的。你是跟我过日子，还是跟你的花魁，跟你的那些暗门娼妇们好好过日子？少夫人，不，江姑娘留我一条生路，将我从红袖馆赎出来，我感恩在心，无以为报。今日只想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大家，好叫大家知道杨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3年前杨公子花了重金包养我，这几年是不是也去找我，还承诺等娶了新妇进门之后就将我纳入府中为妾。我心心念念的等着，等来的却是杨家派人来告知杨公子要跟我断了。我那时已经怀了杨公子的骨肉，若不嫁给杨公子就会被妈妈卖给别人。我只得多次冒险来求，可还是被拒绝了。我被一帖药打掉了孩子，彻底走投无路，多亏江姑娘将我赎出来。我与杨公子相处3年，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他的习惯。杨公子他平日并不喜欢青楼楚馆，而是喜欢往那些暗门子里钻。大家若是不信，只管去找那些暗门子的老鸨问一问。整个江南府的暗门就没有不认识杨公子的。我所言句句属实，我并不知杨家为何要污蔑江姑娘，但杨公子为人，大家尽可以睁开眼睛看清楚，绝非是江姑娘对不起杨公子，而是杨公子从一开始就在欺骗江姑娘。你这个贱人，你胡说什么？杨公子，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不是真的，之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做那些事，真的，你原谅我好不好？既然我儿都已经原谅了你，那就全当误会一场，你回来吧。文青青都看傻了，这还能这样？他不理解地看向陆泱泱，陆泱泱翻了个白眼。你们可真是好大的脸！我是来通知你们，不是在征求你们的同意。衙门的婚集我会去取消，日后我与你们杨家再无瓜葛。不，侯大夫，现在你能说出自己的目的了吗？你究竟是误诊，还是收了杨家的贿赂，故意污蔑江姑娘？
洪大夫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陆泱泱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来。他明白了，他现在终于明白了，陆泱泱从一开始就在给他下套，这个病根本就治不了，绝对治不了，他之前根本就没有诊错。但是此时他却百口莫辩，只能在误诊和污蔑之间二选一。是老夫误诊，江姑娘没有病。那洪大夫日后可要记住了，看诊要实事求是，不要一念之差毁了一个人。老夫受教。啊，这江家姑娘也实在是倒霉啊！明明是出身高贵的千金大小姐，切，竟然遇上这种事，遇上这么一个夫家，还碰上了庸医。哼，哎呀，谁说不是呢？这杨公子玩的可真花，真没想到啊，像他这样衣冠楚楚的公子哥，这背地里竟干这种恶心的勾当，还是读书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万幸如今真相大白，我们大赵女子二嫁也算是常事，日后江姑娘定能遇到更好的夫婿。不过我以后可是不敢再找洪大夫看病了，这误诊什么不好，误诊一个花柳病，真是一句话害死人呐！洪大夫听到这些针对他的议论，只觉得昏天暗地，再也待不下去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听令，查封杨家，搜集证据，务必将杨家的银两来源彻查干净，不得有遗漏。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要搜我们府上？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当我们杨家没人了吗？杨承风，陛下有令，彻查杨家银两来源，你最好乖乖配合，否则下一次查你的就是大理寺了。杨承风腿一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他原本以为江巡虚张声势，只是为了给江直一讨个公道而已，万万没想到这件事竟然真的引起了京中的注意。完了，全完了。直一，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好不好？咱们多年未婚夫妻，才刚刚成婚，你不能就这么弃我于不顾啊！依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发誓，我日后一定好好待你，我再也不碰那些人了。你原谅我吧，依依。你好自为之吧，咱们走吧。其实我刚刚跟洪大夫都说谎了，你确实得了花柳病，之前是你侥幸不严重，但是现在嘛，嘿嘿，你懂的。江直一见过太子妃娘娘。陆泱泱低头朝他看过去，双目相触的一瞬间，陆泱泱就知道江直一很早就猜到了他的身份。江直一不才，略读过几年书，但愿此生追随姑娘左右。如果现在这个世道对女子还不那么友好，不那么公平，那么我想追随姑娘去改变一点点，希望有朝一日，这大赵，这天下，每一个女子都有走出门生活的勇气，都有做自己的勇气。江直一，万死不辞。好，我想去看看宁县的盐矿厂，你帮我找一找宁县盐矿厂的资料，以及这几年担任盐矿厂负责人的名单。姑娘是怀疑杨家暗中贩卖私盐，盐的利润最大，杨承风一个举人能随手花出去10万两银子包养名妓，那他在别处花的银两又有多少？事不宜迟，你去找到宁县盐矿厂的资料，我们就立刻出发，让柳香帮我们找一个人带路。我打算先潜入到盐矿厂查看一下情况。好，我立刻去安排。查到泱泱的消息了吗？没有，不过倒是听到了一个可能对你更有用的消息，小医仙出现了。来自仙岛的那个小医仙？江南府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所有人都在传江南总督家的姑娘嫁到杨家没2个月就失踪了，江家大张旗鼓的找人，逼上杨家去要人，闹了1个多月，杨家没办法，称江姑娘得了花柳病要休妻，结果江姑娘带着小医仙出现，
当着围观百姓的面把脉，江姑娘根本就没有得花柳病，是杨家在污蔑。于是江公子直接将杨家给封了，扬言要查杨公子包铭记花的10万两银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事儿看着没什么问题，但是处处透着古怪。江家开始找人的时候，正好是你跟陆洋洋一起失踪的时候。禁军去了江南府，让江南总督找人。江南总督借着找女儿的功夫找了1个月，什么也没找到。禁军这才不得已离开。江南总督江建阁是庆安王妃的亲弟弟。泱泱救过庆安王府世子妃的命。江姑娘出现那天，除了小医仙，还有什么人？据说是小医仙文姑娘，还有一个俊俏的小哥，红袖馆的柳香。小医仙文姑娘，小哥？怎么，你认识？那个小哥就是杨洋。但我听到的消息是，那个小哥脸上没有任何问题，你如何肯定是他？江南总督要在江南府找一个人，兴师动众之下，连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觉得人藏在哪里最安全？灯下黑。要么是江姑娘一开始就没丢，要么是巧合，他们一开始就碰到了。人一直就在江南总督府上，所以无论他们怎么找，都不可能找得到有用的线索。加上小医仙想要遮掩容貌并非难事，所以那个小哥就是杨洋。裴寂，公子，今晚就走。既然知道了他的消息，你不等他一起吗？就算不等，已经遇到了小医仙，你有什么错过吗？你当着禁军和贺统领还有冯侍郎的面杀了我，然后再将我接走，就是为了固步迷阵，让他觉得我死了，但是又担心我没有死。以他的心思，你觉得他接下来会做什么？自然是满天下的继续找你的尸体，毕竟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我若此时见了杨洋，他跟着我只能东躲西藏的逃命，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必浪费在我身上。宗悫从一开始等的就不是在此时跟陆泱泱重逢，而是要确定他安然无恙，他才能放心的离开。那小医仙呢？他治不了我。你刚刚说小医仙姓文，那若是我没猜错，她是文玉的外甥女。文玉，陆泱泱的师傅。文玉出身药生国，他一开始便告诉我医不了，即便是他父亲亲自来，我也站不起来。所以如今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你要做的事情我答应了，不过你也要答应我，若杨洋有需要的地方，不遗余力地帮他。若你做不到，我会亲手解决了你。我这个人做人做事虽然没什么底线，但好在懂一个道理：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你我各取所需，童叟无欺。这是灵州水师的推荐信。灵州水师掌管整个东南水师，水师总督汪庆铎是父皇的伴读，也是他的心腹。你改头换面进去也好，安排个人进去也行，把他给我盯死了。当年陈州案是经了他的手定的案，查一查他在当中做了什么。还有，无论京城有什么异动，他不能动，他若动了，直接杀了他。东南不能乱。殿下还有何吩咐？宁县的盐矿厂可能有问题，我这边来不及调查了，你留意下，必要的话将这件事捅到江南总督那里，他会管的。殿下倒是这个时候还不忘忧国忧民啊。只是殿下确定，若当真有问题，上边那位想管吗？那就看杨家给的能不能打动他的心了。几个蛀虫罢了，就算动不了，有人监管，多少也能收敛些。风吹进来，又吹得宗悫猛咳了几声。他冲着盛君义摆摆手，盛君义也没再说什么，扭头走了。公子为何相信盛二公子？属下之前在京城时派人跟踪过他，
他行事狠辣，不留余地。圣国公暗地里许多事情都是由他出手解决的。阿瑶曾求过我一件事，说若有朝一日，圣君义要是真的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请留他一命，因为他一旦在意了什么，就会偏执到底。但实际上，他的底线其实是家人。要是哪天他的底线彻底崩塌的话，那才是他真正发疯的时候。若是假设没有杨洋跟盛云珠真假千金的事情，或者说他们之间的赢家是盛云珠的话，那应该没有意外，他会跟着盛国公站到老三那里。但若是那样，偏偏他就成了那个最危险的存在。老三想要用好他这颗棋子，靠盛云珠可不行。同样的，盛国公若给不到他想要的，终有一日会自食恶果。泱泱打破了盛国公府的格局，也破了盛国公的谋算。盛君义是个有野心的人，也懂得审时度势。他现在去投靠老三，才是死路一条。唉，他来找我，真正选择的人也并非是我。那是谁？往后就知道了。时间不早了，走吧。你们想造反吗？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警告你们，今天杨管事过来巡视，你们敢闹事儿，好，我现在就成全你们。来人，给我把这几个人直接就地埋了，尸体扔到海里去喂鱼。都听着，给我杀了他们！谁杀一个人头，我就提拔谁。来吧，你们都一起上！你们都睁大眼睛看看，你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整日挨打挨饿，过着连猪狗都不如的日子。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犯了罪，有的人却只是想来讨份工。但你们那些刑期到了的人，他们给你们兑现了吗？那些来这里做工的，你们拿到了几个铜板的工钱？你们能离开这里吗？不能。所以你们尽管上吧，好好看看这些狗官能不能给你们兑现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今天是我们死在这里，明天就是你们。你们所有人都不过是他手底下随意宰杀的牲畜。大当家，我们当初就是被那小娘们给骗了，这些狗官全都不是东西，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我们杀出去，冲回山上去。大当家，我们誓死追随大当家，我们誓死追随大当家。你们这些人，与其留在这里被当牛做马，不如跟我们一道杀出去，去我们望山寨重新开始，杀光这些狗官。对，杀光这些狗官。我们一起杀出去，杀光这些狗官。你们这群废物，你们想造反吗？你们都活腻了是吧？好，不要命的话，今天老子就成全你们。去喊人，把这群废物全都给老子扔到海里去喂鱼。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个围到他身边的盐工将他按倒了。擒贼先擒王，兄弟们，我们要想顺利的离开这个鬼地方，还得找到他们的大管事才行。不然你们知道的，这个地方可是有驻兵的，到时候混战起来，难免死伤无数。就凭我们这些人，未必能逃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先找到他们的大管事才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最好别耍什么花样。我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他。对。几个盐工这才放下心来。那里便是我们总管事杨管事住的地方，其他几个大管事也住在旁边。杨总管不经常过来，盐场的事情主要是三爷、五爷、六爷、八爷在管。按照日子，今天正好是杨总管过来的日子，现在应该还没到。你们盐场到底有几个爷？总共9个爷，大爷就是杨总管，二爷在。他突然卡住，被陆泱泱直接又踢了一脚。二爷和7爷还有9爷在海上，4爷前2年没了。还有什么？说。你们
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你们跑不掉的。我知道了。你不是说要去找他们总管事吗？你杀了他还怎么找？不用找了，没有用的。你们要还想活命的话，现在立刻马上将整个矿场所有的员工都聚集到一起，不然今天晚上谁都活不成。你什么意思？你们以为你们是第一波反抗的人吗？在这种压迫之下，会只有你们抓住了这一点渺茫的机会想反抗吗？不可能的，在你们之前一定还有更多的人反抗过，但是这里依然存在，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从前更加变本加厉，因为他们笃定了你们谁也逃不掉。这里的地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型的天坑，海上的海船上都是官兵，只要有人乱起来就会被全部屠杀，再换上一批新的。刑犯多的是，这个州府不够用就换一个州府，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服役的刑犯的死活。每年死在服役里的刑犯多的是，人命比畜生还不值钱。现在明白了吗？立刻回去聚集到一起，不要单独行动。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切，爱信不信。陆泱泱现在没有时间跟他们解释那么多，现在这里乱起来，随时都会被官兵包抄屠杀干净。陆泱泱，你想做什么就直说，我懒得跟你废话。我要拿到宁县盐矿场贩卖私盐的证据，我们联手，你帮我去找证据，我去海上帮你把那几个领头的给解决了，拖延一会儿时间。你应该带了人过来接应吧？陆泱泱微微蹙眉，要是他猜的没错的话，这杨家背后的是武殿下，但是这盐矿场跟萧国公萧家也有点关系，也就是说跟三殿下也有点关系。如果盛君义已经投靠了三殿下的话，他为何要找贩卖私盐的证据？难不成是为了找到以后好销毁？我没有带人来接应，也没有办法跟你合作，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这里会出这种事。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是来救人的。可不管你想救谁，现如今这种情况，你根本没办法把他们带出去。闹得这么大，很快就会惊动驻兵。你要是自己一个人逃出去没问题，你要是还带着其他人，你根本走不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能帮你把人带出去。我可以跟你合作，但你要再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带头闹事的那个罗大当家，他能帮你。今天晚上想要破开这个局，靠你一个人杀了海上那几个领头没用的。你去找罗大当家，带着这些盐工，直接去夺了那几艘海船，才有一线生机。你认识那个山寨的大当家？算是认识。你去找他合作，他应该会答应的。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既然这样，那就分头行动吧。你是今天那个新来的小白脸？哼，我是来取你狗命的。哼，小白脸儿，想取爷的命，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看来你更喜欢这个姿势啊！还有什么手段？试试。好汉饶命啊！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能。好，我告诉你，你们盐矿场贩卖私盐的证据在哪里？你别废话，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陆泱泱淡笑了一声，手指捏住了他的脖子，手里剔骨刀垂直往下，轻飘飘的一动，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响彻了天际。你不是人！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还不交代什么？小关，过来，在他眼睛上咬一口。你不是眼镜蛇吗？以形补形，把他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我说，好好说，你只有一次机会。要是敢骗我，我就一块一块的把你剁了，让你亲眼看着自己怎么死。我只负责招人，所以我这里只有盐场的人员名单，贩卖的事情不归我管，在杨总管那里。杨总管说今天晚上过来的许是得到消息，所以没有赶过来。
名单在什么地方？啊，枕头底下有暗格。你们那个杨总管住在什么地方？那几个盐工不成气候，杨总管不会放在心上，但这会儿应该去了宁县县令梁大人的府上。事情要是继续闹大，肯定会惊动上边，到时候大家都会完蛋，所以今天那些盐工都得死。宁县的梁县令，杨家大房夫人的表弟，再加上负责盐矿场的总管杨总管，是杨家的旁支。好一个杨家，还真是把这盐矿场当成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了。啊，总账本就在杨总管手中，我们下边的人不参与买卖的事情，我常年在盐矿场里只管招人的事情。陆泱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手上一个用力，直接扭断了五爷的脖子。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们都是被县里花楼送过来服侍几位管事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呀。文青青，啊，我这热闹还没有看完呢，你怎么知道我来啦？我本来是想直接进来找你的，看你正在办正事，我就没那么着急。我刚刚问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你们伺候了这个畜生这么长时间，知道什么？赶紧告诉我，要不然的话，就别怪我用点小手段了。姑娘，我知道一点，我伺候过那个杨总管，他喜欢娇弱点的姑娘。宁县有个百花楼，他每次约见人都会去百花楼。梁县令也是常客，我在百花楼见过他们，天字号包间不接待外人，是被杨总管常年包下的。百花楼的苏妈妈是杨总管的老相好，从前据说是伺候过，前任杨县令的，后来杨县令死后跟了杨总管，没多久就开了百花楼。苏妈妈经常会点我们这些姑娘伺候几位大人，还会牵头把楼里得了花柳病的姑娘送到这边，给那些盐工消遣。后来很多青楼都效仿，苏妈妈还专门找的人做这些生意，整个江南府都知道。有些暗门子还专门把染病的姑娘们送过来处理。在彻底榨干他们的剩余价值之后，找个地方将他们的尸体都处理掉。走，带我去百花楼。我带你们去的话，你能放过我吗？我不想死。你带我去百花楼，等事情办完了，我给你个好去处。姑娘，我叫小莲，我跟你去。啊，我也跟你去。你带他们几个去找执一，然后去帮我跟罗大当家带句话，陈州、荣家。放心，包在我身上。两位大人，不跟小女子一起喝一杯吗？哟，还是个有趣的。喝！陆泱泱趁机走到两位大人中间，左右手同时抬起，手指落在梁县令跟杨总管的颈后，直接一手一个手刀，干脆利落的把两个人给劈晕了过去。你到底是谁？你是这个杨总管还有前任杨县令的老相好吧？我给你个机会，告诉我他们贩卖私盐的账本在哪里。老实交代的话，我不杀你；不想交代的话，利索点，我先杀了你，再自己去找。哦，对了，不管我找不找得到，你这两个靠山今天落在我手里，能治罪治罪，治不了罪我就直接剁了。我数到3，你考虑考虑。3、2。别！我说，你说账本我真不知道，没有经过我的手。
我只知道在梁县令家中，盐矿厂的生意虽然是杨总管在管，但是梁县令这个人啊，他实在是贪婪至极，又仗着有杨家大房撑腰，所以所有的账目都要他过目才行。杨总管这里有没有私底下留一份我也不清楚呀，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个。他之所以留下我，是因为他好色啊，知道我是杨二爷的人，想利用我百花楼替他换杨美色，一边供自己享用，一边送出去给自己打头路子，还准备效仿那些富商，培养一匹瘦马送到京中，帮他稳固地位。哼，果真无耻！梁县令住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账本可能会藏在哪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不知道账本藏在哪儿呀！我知道，我带你去。你早说嘛！陆泱泱，你怎么会在这儿？哎，你先撒手！你还好意思问我？我还没问你呢。陆伟，你不是在老家好端端读书吗？我还巴巴给你送了那么多书和银子回去，你不好好考秀才，你为什么会在江南？江南距离青州上千里，你可别跟我说你出来玩路过此地。两人真的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猝不及防的在这里遇见。陆维就是那个陆泱泱还在清河村的时候住在他隔壁的那个穷书生。你先说。你先带我去取东西，我还得赶回盐矿厂去，那里乱起来了，我得拿着证据去赎人。行啊，陆泱泱，2年不见，你这不光胆子越来越肥了，脑子也好使多了。喂，你什么意思啊？嘲讽我以前笨是不是？啊，我这么说了吗？你走不走？不走我废了你。陆维让陆泱泱在他的房中等待，自己出去了一趟，很快便将一个盒子拿了回来，里面装着几本账册。我是误打误撞来了县衙，梁县令见我算账算得好，恰好县衙的账房得了疾病没了，他就让我顶上给他盘账。没多久我就发现不对了，我假装被他收买，帮他处理一些明面上的账目。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让我处理盐矿厂的私账，于是故作聪明，给了我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让我整理。我暗中将其中有问题的账目都悄悄摘录了下来，发现那些正好就是盐矿厂的账目，也就是说他们在暗中贩卖私盐。听说江南前些日子来了位新总督，我本来是想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这个新总督可不可信，再考虑要不要将账目给送过去。结果今天晚上听说盐矿厂那边闹了事，我想打探一下是怎么回事，这才跟着他们去了百花楼。所以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要的账目就是这个，他藏到他一个宠妾那里，被我找机会调了包。然后他今天晚上在百花楼遇见陆泱泱，这就真的是巧合了。盐矿厂的盐工不甘被欺辱，奋起反抗，现在盐矿厂已经乱成一片了。我认识江南总督的女儿江直一，他已经联络了他大哥去调兵，最晚明天早上就能控制住盐矿厂的局面。现在有了这些证据，就能一举将宁县县令还有盐矿厂的管事给拿下，整顿盐矿厂。要不是遇上你，这些东西我要找出来可能还要费一番功夫啊！我得先把东西送到盐矿厂去，你是跟我一起走，还是等明天事情落定以后我再来找你？我留下吧，我一介书生，跟你一起去只会拖累你，你注意安全。行，你等下回百花楼一趟，找一个叫小莲的姑娘，将她安置好。我先走一步，明天见。你究竟是谁？想做什么？我说了，我只是路过此地，我想要的是盐矿厂这些人贩卖私盐的证据，所以我就跟陆姑娘做了一笔交易，并没有打算帮你。至于罗大当家要如何选择，是继续当匪徒还是怎样，都跟我没关系。罗大当家可以自便，但是这些盐工是私盐案的重要证人，罗大当家最好不要将人带走，否则会在海上遇到什么，还有没有这么好运，我可就不能保证了。你在等人？
罗大当家自己考虑。大当家抓到个鬼鬼祟祟的。是我，大当家的，你还记得我吧？大当家的，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跟你说，能不能借一步说话？罗大当家沉默了一瞬，点了点头，指了指靠里面一点的位置。你想说什么？洋洋，就是陆姑娘，让我给你带4个字，说请你听完以后再做决定。陈州，荣家。你到底是什么人？不，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你先别激动嘛，我就是个大夫，会那么小小的一点医术罢了。洋洋也是，我们都是同道中人，他的很多想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所以跟他交流还是挺愉快的。如果能够结合我们2个人的医术的话，那应该……我对你说的这些不感兴趣，他人在哪里？你不是问我跟他是什么人吗？我们就是大夫呀。你告诉我，陆姑娘在哪里？他去找证据去了呀。还有江巡也来了，估计快到了吧。你现在跑还来得及啊，我就是帮泱泱来给你带句话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你的人刚刚抓了我带来的人，你让人把他们给放了。说完，他就满是好奇地朝着盛君逸那边张望着，悄悄地走了过去。刚刚藏在附近等机会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原来真有人武功这么厉害啊！大侠贵姓啊？文青青。你认识我啊？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叫文玉？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怎么会知道的？我都没跟我舅舅见过几次面。难不成你认识我舅舅？你们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你啊？你应该去问陆泱泱，文玉是他师傅。啊？你说什么？他没跟我说呀！这么大的事情，他竟然没跟我说，那他为什么跟你说了？你们什么关系啊？文青青此时此刻完全忘记了要问盛君逸什么武功的事情，彻底被搞混乱了。陆泱泱竟然是他小舅舅的徒弟，可他们认识了快2个月，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大当家的，江巡要来了，你要是再不走，可能就来不及了。如果是你是我，你会怎么选？选什么？留下来还是离开吗？为什么要选？我是你，我就把这些人全杀光，留一个都算我无能。来了。你是什么人？魏三爷是吗？盐矿场利用以逸待行虐待盐工，钻空子，贪污劳役银，涉嫌贩卖私盐，虐杀无辜，证据确凿。你身为驻军将领，助纣为虐，罪不可赦。现在奉江南总督之令，将尔等捉拿归案。你凭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假冒江总督的命令吗？我是谁重要吗？等你进了江南府的大牢，你自然能分辨出真假。别废话了，是好好交代，还是打算违抗到底，现在去死？你自己选。你狂妄！我没有什么耐心，我数到3，是死是投降，你只有一次选择机会。你们也是，坦白从宽者从轻发落，继续助纣为虐者杀无赦。1、2、我投降，全部带走。你究竟是谁？你说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我要是说我只是个大夫，大当家的信吗？你上次还说你是个屠夫，屠夫可做不到你这样。屠夫怎么了？屠夫怎么就做不到我这样了？历史上屠夫当将军、当皇帝的都有，罗大当家莫不是瞧不上屠夫？你跟当年荣国公府荣家有什么关系？我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一件事，大当家想必没有听说过。当今陛下废太子，是因为太子殿下提出了一件事，重启陈州案。我不信，我不信！你拿这个骗我没有用，我不会信的。我承认，我听到过的。这些年，那位太子殿下是个了不起的人，
甚至跟从前那位正文太子有几分相似。但他是那个狗皇帝的儿子，他跟陈州案没有半点关联。他这种人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沾染上这种事情，毁掉自己前途的。小姑娘，你这个谎话说的未免过于荒谬了。况且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即便是我也听到了，废太子已死。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有什么用？不会有人记得了。你不就记得吗？望山寨的那些人，除了参与过打劫滥杀无辜的，其余那些人江总督都给予了妥善的安置。他们有户籍，有田证，日后只要不出什么大变故，都能好好的生活在阳光下，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躲躲藏藏。这些是你想要的吗？还有今天盐矿厂的那些员工，被冤枉的，被强行困在这里无辜受累的，江总督会还给他们公道，该补偿的工钱都补上，他们往后都能好好生活。诚然，像是江总督这样的好官并不多，但是整个朝堂之上，整个大招，不是只有杨总管跟梁县令他们这种尸位果素的贪官污吏，也有江总督这样利用手中权力真心做事的人，也有太子殿下那样身在其位不遗余力地为天下百姓做事的人。是，太子殿下确实跟陈州案没有关系，他也不需要赌上自己的前途，为已经尘封多年的旧案讨回公道。但你还记得当年荣国公带着那数十万将士北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北燕一决死战。他是抱着必死必胜的决心去迎回曾经为了整个大赵的安宁甘愿北上为质子的仲文太子。仲文太子如何，跟他有关系吗？那他为何还要这样做？同样的，当年就算天下大乱，只要大招一日不灭，仲文太子依旧是太子，是大招未来的帝王，他又为何要舍弃前途去往北燕为质？就算太子殿下真的不在了，那又怎样呢？他撕开了陈州案的口子，整个京城满朝文武都知道太子殿下想要重启陈州案，那这天下就总会有人追随他的脚步，一点一点去查明当年的真相，还那些枉死在陈州的将士和百姓一个公道。15年是太久了，但是只要有人前仆后继，别说是15年，就算是再过15年，也依旧会有人为此不惜生命，不惜一切代价。罗大当家的拳头攥得紧绷到血管都要爆裂开，浑浊的眼睛之中已经一片猩红之色。我叫罗敬，是荣国公的亲卫军之一，还跟他沾亲带故。我母亲是他夫人的一位族亲，我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照料，前去国公府投奔，被荣国公留在身边教导，成了他的一名亲卫，随他多次上战场。陈州大战之时，我们这些亲卫原本都是先锋军，但战况出现变故，有人泄露了军情，我们被围困在了陈州。荣国公命我跟另外2个兄弟一起离开陈州，前往晋州求援，那是解决陈州危机的唯一机会。可是到了晋州之后，无论我们怎么跟晋州刺史解释陈州的情况，对方都无动于衷。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晋州始终不肯出兵，陈州必然会成为一座死城。我们商量前往宿州求援，宿州远了一点，不知道能否赶上，但总好过什么都不做。只是那时我们万万没想到，才刚刚离开晋州，我们就遭到了伏击。前去求援的23个人，只有我在兄弟们的拼命保护下侥幸活了下来。我一个人撑着一口气儿往宿州求援，结果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晋州刺史，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派兵救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就这样，荣国公被困在陈州10天10夜，到死也没等来援军。北燕当时出动了10几万大军围困陈州，将整个陈州的将士百姓全部屠戮干净，陈州血流成河。我随着流亡的百姓一路南下，
本来想去京城告御状，我想总会有人管这件事，总会有人还那些枉死的人一个公道。可都不等我到京城，轰轰烈烈的陈州案就已经结案，荣国公被冠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慢慢抄斩。可笑吗？他带着将士们拼死抵抗，为了守护陈州百姓，在已经粮草断绝的情况下，生生的熬了10天10夜，身上几百上千处伤，战死在陈州。死后尸体被北燕那些畜生凌辱，人头悬在城门之上，看着那些畜生虐杀将士和百姓，他死不瞑目。他们竟然说他通敌叛国，多可笑的罪名！你说的没错，他北上是为了大招，为了天下，为了心中的道义，可最后他就落得一个通敌叛国的下场。罗将军，我出生在陈州案之后，因为陈州案导致的动乱，变相导致了我幼年流离在外，挣扎着长大。我连陈州案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去京城只想给自己求一个公道。后来我遇见了一个想给天下人公道的人，我相信他，也愿意追随他的脚步，让那些无数个跟我一样想给自己求一个公道的人有门路可求，有未来可以期待。陈州案已经过去15年了，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但也还有很多人记得。很多人想要找出真相，给那些枉死的人一个公道。我想做其中一个，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一走，看一看，去倾尽所能，求一个结果。无论成败，至少问心无愧。罗靖愿追随姑娘，只求此生无愧。江总督那边我会去求情，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身份，跟我一起离开。你还有什么想要安排的事情，趁着这些日子去安排好，我等治好那些姑娘就会离开江南府，前往豫州。豫州？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是什么人，我叫陆泱泱，就是我自己。你要是非要问我跟京城跟官府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从前是太子妃。罗靖再次震惊。时候不早了，我还有事情要做，你的事情我会交代江巡，让他帮忙的。哎，你是我舅舅的弟子，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说什么？哼，你还装？你等一下，你让我捋捋，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你舅舅的弟子？你舅舅是谁？我舅舅就是文玉啊，你不是他的徒弟吗？你那是什么表情啊？你要是说我现在才知道你舅舅是文玉，是我师傅，你信吗？你没骗我？你自己好好想想，我有问过你舅舅是谁吗？我没说问你舅舅做什么。既然我没问，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师傅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出身药神谷啊。我只是隐约察觉你会的东西，我有一些在师傅那里见过，但我也不能凭借这个就判断他是你舅舅呀。你自己想想，离谱吗？你说的也对，你确实是没有问过我，这世间竟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看来我们两个果真是十分的有缘分。是他告诉你的？对啊。陆泱泱朝着盛君义走过去，目光质疑地打量着盛君义。你是怎么知道我师父是文青青的舅舅的？你最好别说你是猜的。有人告诉我的。谁？我觉得还是不告诉你的好。告诉你的话，显得我的话更不可信。想必我们之间也不是那种可以互相信任的关系，你觉得呢？陆泱泱盯着他看了片刻。看什么？看你是不是被什么怪物给附身了。从我见到你就无法判断你的目的。我说是什么怪物？你不该怀疑我会第一个先吃了你。我管你什么怪物，你最好别犯到我手上就是。你离开京城之后，兰家也要举家回故乡。兰家祖籍在江陵，恰好也在江南一带。只是我离京之时，他们尚未动身。
外祖父身体遭受重创，想必没那么快到达。过几日我去一趟，拜访下外祖父。若你有需要捎带的信，我可以帮你带过去。殿下被废那一日，盛云珠因为害怕被嫁到镇家，偷偷跑了出来，在路上拦住了母亲，想让母亲帮他。被母亲拒绝之后，他发疯拿刀想刺死母亲泄愤，恰好小五跑过来替母亲挡了那一刀。我送他去医馆，大夫说伤到了肾脏，日后不能再习武。我从小就很嫉妒大哥，因为所有人都喜欢他，而无论我做什么都无人在意。母亲跟我说他自来一视同仁，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一视同仁只在物质上从不短缺。他从来不会夸我，只会说你要像你大哥那样。他让我开心些，别总是心思那么重，总觉得他在拿我跟大哥比较。可在我记忆当中，我从来不曾拥有过属于我的片刻肯定，所以我替父亲做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肯定。我以为我做得很好，只要我成功了，只要我能帮助父亲得到他想要的，我就能证明自己。为此我可以不惜一切。直到你出现，我才发现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无论如何证明也依旧不存在。你是这样，我是这样，小五也是这样，甚至大哥，他与我最大的不同是他早就有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把盛家当作他的责任，而非他倾尽全力渴求的亲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好的父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恰好在一开始找到自我。我同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将我们从前的恩怨抹掉，只是想告诉你，我放弃了求而不得的东西。然后呢？日后我打算创建一个江湖门派，专门搜集那些贪官污吏的情报。陈慧可以给你打8折。陆泱泱一阵无语，神经啊！跟盛君逸做生意，他不光得操心自己被骗钱，他还得操心遇到的是个黑店。大句话就好，让外公养好身体，告诉他我们这一代人会走自己的路。给你打7折。陆泱泱扭头，头也不回地走了。人都安顿好了吗？我叫人弄醒那位苏妈妈，她提供了一处宽敞僻静的庄子，那里是她专门用来从州县各地搜罗那些生病女子的地方。我带着她过去的时候，里面还有20多个生病的女子呢。原本是打算等盐矿场那边死一批之后再送过去的。这些姑娘不只是被送过去给那些盐工们发泄用的，还另外有用处。他们在各地开了善堂，以收容这些姑娘为名义，向官府和那些做善事的商人索要安置金，再以婚配的名义送到盐矿场去。这么倒上一刀，既能够靠着这些姑娘再捞上一笔，又不会被发现她们身染花柳病，因为都被及时的处理掉了。没有人会在意几个青楼女子的死活，所以他们这个生意做了好几年。虽然比不上贩卖私盐来的利润大，但是你来我往的，不花1分钱就跟各地的青楼都打点好了关系，还利用青楼暗中拉拢了许多的富商，给他们开便利，暗中销售私盐，赚得盆满钵满的，环环相扣。唯有那些姑娘的命不值1钱。陆泱泱气得捏碎了手里的杯子。屋子里安安静静的，一时间3人谁都没有再出声。啊，抹粉了？哟，这小脸都白净多了。见我倒也用不着这么隆重嘛。你黑的找不着的时候，我也不是没见过。不会说话你就闭嘴。怎么，去京城熏陶了2年，还是这么不稳重？说吧，你不好好留在青州考科举，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秀才考上了？我花了那么多钱供你读书，你可别告诉我你给我撂挑子不干了。那我不如现在就废了你，省得浪费我的钱。哎，打住！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也不能忘了考状元啊。
秀才嘛，当然考上了，头名。啊，你知道头名秀才叫什么吗？